太多汁了吧？没有很多层次，好期待哦！我真的有吓到，这是我吃过饭最湿的海南鸡饭哎。大家好，我是 Alison， 今天就是观众敲碗已久的鸡饭特辑。那我今天会主要着重在最受本地人喜爱的新加坡海南鸡饭，像是天天海南鸡饭呢，就是太多观光客了，所以那个我今天就不会介绍。但是天天我也是个人还蛮喜欢的，因为有太多网友推荐我不同家的海南鸡饭，没有办法全部都去介绍。这一集总共要去吃6间，很多网友、很多朋友推荐，基本上是非常受新加坡人喜爱的6家啦。今天第一家我们要去吃的是超有名的925益顺海南鸡饭。那话不多说，我们出发，走。来到了益顺925海南鸡饭这个特辑呢，为了公平起见，所以我全部一律是点白鸡腿饭，这样子一个 set 下来4.3块，我觉得还 OK， 只是它感觉鸡肉不会很多啊，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好吃比较重要。看一下鸡皮也是油亮，鸡肉不会到很厚的那一种。我先吃原味。它的皮非常的滑嫩，肉的部分的话，可能刚才那一块比较厚，就没有到这么的软。味道上来讲的话，不会说太 over 这样子，是刚刚好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它的香味好像没有到很浓那个鸡油的香味。沾一点它的辣椒好了，它的辣椒超好吃，吃这个鸡饭一定要沾它的辣椒。没有沾的话，吃起来我会觉得是蛮好吃的鸡饭，但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标准值吧。可能是因为它太有名了，然后我对它期待很高。我现在吃下来之后，我觉得就是还不错这样子，但没有到让我觉得哇哦。它的饭非常的粒粒分明，完全体现出那个泰国长米的特色。它的口感是偏干一点的，不会到那种很湿润，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感觉海南鸡饭应该就是要吃大概是这个湿度的饭。他们家比起来，我会比较喜欢吃他们的饭胜过他们的鸡，但最好吃的是他们的辣椒。新加坡朋友都会这样教我，就是他们都会沾点那个黑酱油，也就是所谓的老抽，然后他们会淋在那个饭上面，配那个饭一起吃，好搭哦。它的黑酱油有一点很香的那种硬油味，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死咸的感觉。皮味上来讲，我觉得刚刚好。接下来的黄瓜，好特别哦，他们是给这种阿扎不是单纯的小黄瓜。酸甜咸的，很好吃，开胃。我刚刚鸡就特别还淋了那个它的酱汁，浇一点在那个饭上面，然后还沾了辣椒，整口这样放进去嘴巴里的感觉是，我觉得吃起来它的皮非常的嫩。鸡肉本身的话，我觉得上一次我在博德猫那边吃到的那一家海南五谷鸡，他们的那个鸡肉更嫩一点。辣椒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超强的点缀，一定要配辣椒。这家的综合评价大概就是这样。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去下一家。就是在碧山这里非常有名的明记鸡饭，这样子一个 set 差不多是4.5块，看起来是好吃的。先吃他们的鸡，它的鸡皮是有一点半透明状的，你看这个颜色也太美了吧！好好吃，这家很好吃它的鸡肉也太多汁了吧，整个就是 juicy 到爆。一口它的鸡皮。它的鸡皮已经是 Q 滑加上嫩，到一种很像是鸡肉跟骨头中间，有时候会看到一层那个透明的 jelly 的胶状物质，这个是它的胶原蛋白，非常厉害。它的鸡肉其实是偏扎实的，但是它吃起来并不会柴，还是很多汁的那一种。酱汁来讲，其实是偏甜一点的。迫不及待吃它的饭，看一下它的饭。它的饭跟刚才上一家比起来，就比较没有这么的粒粒分明，颜色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米白色的，看起来是比较湿润。
我必须要说啊，它的饭非常的香，它的口感吃起来的话就会稍微比较软一点点，没有到上一家这么的硬，这么的粒粒分明。可是我觉得那个味道上来讲，已经整个是接近满分了，超好吃。而且它的饭啊，吸饱饱那个鸡汁超香，很久没有吃到鸡汁香味这么浓郁的鸡饭。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只是饭可以再硬一点点会更好。它辣椒啊，你看一下是比较水一点点的，没有像刚才上一家的这么的浓稠。这也太好吃了吧！我第二口还是被它的那个鸡肉吓到了，这会太扯了一点。它的鸡肉怎么可以这么的 Q， 那么的滑，那么的嫩，非常的有弹性，非常的 juicy。它的辣椒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没有刚才那个义顺那家的辣椒这么的香，这么的浓，但是我觉得也是算很好吃的辣椒。小黄瓜。很好吃它的黄瓜吃起来非常的清爽，瞬间解腻。我还加一点黑酱油。有一个新加坡朋友，他每次吃鸡饭的时候，他是黑酱油，然后全部整个淋在那个饭上面，然后整个饭看起来是黑黑的那种，再把它的辣椒整个就是倒在那个饭上，就很像是在吃酱油辣椒饭，非常特别。那黑酱油的那个硬油味会更重一点，更香一点。辣椒上来讲不会太辣，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你平常是吃那种咪咪辣的人呢，就建议你只要沾一点点就好了。整体上来讲，吃起来这家我觉得非常好吃。这一家其实是一个网友大推特推，叫我一定要来吃。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就来吃看看。结果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位网友，谢谢你的推荐，我觉得这家非常喜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第3家。来到了这家叫做黎记鸡饭，在 Balestier 这里附近，很多认识的新加坡朋友跟我说，这是他们新加坡最喜欢吃的一间海南鸡饭，摆盘超美的，就是一个高级感嘞。这样子一个他们的黎记特别套餐是9块钱，好期待哦！它的饭看起来亮晶晶的，你看有没有看到 bling bling？非常的油亮，它的那个鸡很明显的这一块就是它的那个胶原蛋白，他们的鸡肉是有点算是偏比较厚实的那一种，我觉得吃起来口感的话，没有到上一家的这么的 Q， 这么的软嫩，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好吃的。它是属于偏清爽健康的路线，吃到后面就会觉得没有到这么的湿润。来蘸一下它的辣椒，辣椒感觉也是稠稠的，再加一点那个姜蓉，它的这个姜蓉啊很特别，是让你会觉得很开胃的那一种辣，就单吃辣椒。蛮辣的，酸度是高的那一种，吃起来也非常的开胃。它的辣椒也很好吃，它的饭感觉是跟它上一家的饭有一点像，就是属于比较湿润一点的。它的饭啊，除了那个鸡油的香气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香气，我吃不太出来是什么香气，但是这个香气我从来没有在别家鸡饭上吃到过。想不起来耶，可是那个香味很香。如果你知道答案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嘛。如果你有吃过这一家的话，它的饭其实是有一点点小油的，就是那个鸡油蛮多的。口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不会太湿，也不会太硬，加一点。它的黑酱油啊偏甜一点，我觉得很好吃。那我来吃一下它的青菜，有加那种葱油酥，非常好吃，咬起来是脆的，然后再加上葱油酥又更脆一点，所以你整个吃在嘴巴里面是你的那个嚼感是非常的强，它的脆度是一级棒。整体评分下来的话，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他们家的饭它里面有个特殊的香气是我在外面从来没有吃过的。鸡的话，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偏健康路线的，是还蛮好吃的，但可能不会到说是我的最爱。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姜蓉，我觉得很好吃，很特别，辣但是不会到太辣。姜的那种磨碎的那个香味非常的浓郁。接下来我们要去第4家 ，Let's go。
到了在红山富 Market 里面的华记鸡饭，分量算是也是比较袖珍一点。这一份套餐是3块半，听说他们家鸡肉是全新加坡最好吃的，非常的多汁哎，哇哦！哇，它的鸡肉很嫩很嫩哎，然后它的酱汁偏咸一点点，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咸度，吃起来是蛮舒服的那种程度的。鸡皮也是油亮滑嫩的感觉，他们家鸡肉我觉得是还蛮好吃的。我觉得明记鸡饭啊，他们家鸡肉的嫩度跟华记是有得拼的，这2家我觉得都很厉害，很好吃。哇，它小黄瓜超甜，它的饭看起来也是属于湿润度比较高的，口感偏黏一点的，吃起来会有一点点像那种糯米饭的口感，跟之前吃到那种粒粒分明的是完全不一样。这是我吃过饭最湿的海南鸡饭哎，它黑酱油的话比较中庸一点，姜蓉味其实算是比较重一点点。目前吃下来，它的咸度我觉得是最大的。相对来说，它的鸡油香是很足，辣椒，他们家的辣椒后劲超强哎，吃一口鸡配它的辣椒。很辣，但是很好吃。这鸡肉加上那个辣椒的话，整个张力大开，吃下来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鸡肉到这么的咸。所以我觉得配辣椒吃是刚刚好，超完美组合啊！如果你今天是喜欢那种非常健康路线的鸡饭的话，他们家可能就会稍微不适合你。他们的鸡肉是属于嫩度蛮够的，只是那个酱汁真的有一点点偏咸。饭来讲的话，它有一点太像那种糯米饭的口感，湿湿黏黏的。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完食，接下来我们去第5家，那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我还蛮惊讶的，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冷门的时段，我们想到他们生意还蛮好的。我们今天点的就是它1人份套餐，它的分量就也是这样少少的，这样子一个套餐下来的话是5块半，颜色是比较偏黄一点的。港风chicken的话，应该就是相较于是台湾的土鸡吧，它的皮也是看起来非常的油亮多汁。先吃原味。好吃，它的鸡皮呢都有那个胶原蛋白，很像果冻的 Q Q 的那个口感，果香没有沾任何调味，吃起来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它鸡腿肉的那个软嫩度非常的足够，我刚才那一口啊是咬下去有一点爆浆的那个感觉，很好吃。那我现在在演它辣椒。好吃哎，辣椒啊，蛮特别的是它的那个酸膻味特别的浓，它的辣度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那种辣度，不会到太辣。鸡肉算是刚刚好的厚度，几乎是每一口你咬在嘴里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汁。然后你看它这个鸡皮上面还有这一层这个，就是最好吃的地方，我超爱吃这个。很 Q 很嫩，这个也让我惊艳到，我觉得很好吃。之前吃到的几家都是有特别帮你起骨的，然后他们家是没有起骨，就是一整只鸡腿肉这样子，所以看得到它的那个鸡骨在这里。它饭看起来是油亮，但是却是粒粒分明的哦。我觉得他们家的饭呢，跟上一家比起来的话，他们家香气就没有这么足。味道上来讲就比较单一啦，就是你可能吃到一半之后你就停住了，然后后面就是一直维持这个味道，所以就是吃不出来后面有什么新鲜的花样出来。香气上来讲，我觉得它还可以再有多一点进步空间。最让我惊艳的是这个鸡，我真的有吓到，吃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吃。可能土鸡是运动比较多吧，然后感觉肉是比较结实一点，结实之余呢又是非常的滑嫩，口感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鸡很好吃。饭的话，我觉得就是一般般，辣椒的话就是属于偏酸的那种，就是高酸度的辣椒。接下来我们去吃最后一家。
卡通 Shopping Center 里面非常有名的美味旗鼓鸡饭，这家我也吃过，我觉得还不错。你看它的饭蛮特别的，偏黄色的那一种，颜色跟其他几家比起来就特别的不一样，看起来是非常粒粒分明。我今天吃它的饭好了，因为它的饭感觉好特别。口感真的是偏干的那一种，饭的香味可能会稍显有一点点不足。它其实哇，撒蛮多那个葱油酥的，每一家鸡饭一个色泽看起来都超美的，会有让你食指大动的感觉。软嫩但是是扎实的那一种，味道上来讲，我记得好像上一次来吃比较好吃的，因为上一次来吃我记得是稍微更嫩一点，更入味一点。然后今天的我觉得吃起来是那个味道啊，进行到一半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今天的口味会比较稍微单一一点点，没有很多层次，更入味一点会更好啦。酱香味啊，相较于其他家比起来的话，就没有到这么的浓郁，可能有一点点没有吃进去吧。它的葱油酥非常的酥脆，我们还有附赠这一盘嘛炸。这是 food flow， 就是免费让你吃到饱，他们家自制的。黄瓜层次非常的足，很好吃。吃到后面呢，会有突然一个冲劲冲上来，我喜欢，很好吃。我觉得他们家鸡肉就是属于真的是比较走健康路线的啦。然后他们比较重口味的东西放在阿扎上面，所以这样搭配起来可能平衡的比较好。是他们辣椒，很好吃的，就是它的稠度是刚刚好的。辣椒吃起来你会觉得它的辣是很多来自于那个姜蓉，香味很重，觉得很好吃。如果你今天是姜的拥护者的话，我觉得你会非常爱他们的辣椒。喝一下它的汤，白菜汤非常多蔬菜，它的汤的胡椒味非常的重，白菜也是熬到非常软烂的那一种，那个白菜的鲜甜就是它整个汤的主体，我觉得很好喝，很像是在喝肉骨茶的胡椒汤头，但是是白菜汤，就是还蛮特别的。饭的话虽然是粒粒分明，但是它本身的味道就像我刚刚讲，香气没有那么的充足，味道有一点小淡。鸡肉的话也是厚实的口感，但是它嫩的话又没有到非常嫩。他们套餐里面附的这个汤我很喜欢，很好喝，胡椒味很重。阿扎的话我觉得是里面口味最重，它非常的开胃。然后现在终于吃完全部6家的鸡饭，大概心里有个底了啦。明记鸡饭，我觉得他们的鸡啦是全部里面最好吃的一间，非常的软嫩多汁，是我当场有吓到，傻在那里想说，天哪，这个鸡也太软嫩了吧！我好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 juicy、这么软嫩的鸡了，咬在嘴巴里每一口口都是鸡汁，非常厉害这样子。饭的话，我最爱的应该就是黎记鸡饭。他们家的饭呢是可能偏油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那个鸡油非常的香。光是那个饭的话，我可能可以扒个2、3碗这样都不成问题，因为它这饭真的超好吃，每一口吃起来是那种不会太湿润又不会太干，就是刚刚好的那个口感。重点是它的鸡油香气非常的充足。这6家吃下来啊，我觉得是都还算蛮好吃的，个个都是水准之上，各有各的拥护者啦。硬要从这6家比下来，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明记鸡饭啊，超好吃。在碧山的明记鸡饭，我觉得他们的 CP 值很高，然后他们的鸡我觉得是最好吃，但是他们的饭我觉得也是不差，香气很足够，这样超美味。鸡饭的话太多了，各有所好啦。我们的摄影师的话，他最喜欢的还是 Golden Mile 的海南五谷鸡饭，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吃的鸡饭是哪一家。如果你还想看到其他任何新加坡美食的特辑的话，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可以再考虑继续做这个非常累人的特辑。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